的房间去继续躲避，而我们的被告呢还要不依不饶地追过去打骂他。由此，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头一天，我们的原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了这份协议？就像你说的，想象你也只能想象，因为这个还是无法证明这份协议是原告被迫签署的。继续。证据22号到37号是经过公证的聊天记录，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些内容呢，实在是有点不堪，我不太好意思在法庭上公开的读出来。有碍文明的就不要读了，我们这儿也都有。好，那我就选几条来读一下啊。2015年的3月12日晚上的21点03分，魏同仁，你这个老王八蛋，你和你那个小……此处我省略2个字，藏在哪里？藏好了，别叫我找到你。当心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2015年的4月21日的凌晨2点32分，短信内容：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找不着你，我还找不着你妈妈。明天回家看看你妈是不是还活着。2015年的7月9日的凌晨1点52分，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我给你10天时间，你不签，我马上把信寄到纪委去，到时候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吧。下一条，2015年的8月22日。对不起，打断一下，审判长。从此开始，原告提供的短信是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发出的，我方认为对证明本案毫无意义。好，后面的就不要读了。被告对前面的有无异议？有。乔连凤，你说给纪委写信，你想给纪委写什么信？我举报啊！我举报魏同仁啊，他作风败坏，在外头找小三儿。被告注意你的行为，冷静，坐下。那么，乔连凤，你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向纪委举报魏同仁的生活作风问题吗？因为我不知道该找谁啊！哎，我找了警察了，警察说的是夫妻之间的问题，他们不管，那我找谁呀？你们告诉我啊，我找谁？找谁啊？好了，审判长，我方的当事人承认确实给魏先生发过不礼貌的短信，那是因为魏同仁道德败坏，在外面找别的女人，被我的当事人发现，索性不回家，我的当事人找不到他。情急之下才发出的这些短信。事实上，这只是夫妻之间一时的过激之语而已，并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真的实施了胁迫、威胁他人身安全的行为。正如短信中提到的魏同仁的妈，实际上魏同仁的妈妈仍然好好的生活着。情况感觉都闹着。乔连凤，请问你身高多少1.65米，体重呢？45公斤。原告，请问你的身高是多少1.86米，体重呢86公斤。86公斤，45公斤。原告的体重将近被告的2倍，而现在原告却主张，被告用胁迫、暴力的手段威胁他，让他签署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咱们就不要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只是用一般的情理推测，可能吗？审判长，从我方刚才出示的证据来看，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前，原被告双方确实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被告怀着与原告重修旧好的信心，而原告却心思放在了外遇上，无心经营，致使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问题。为了避免公司破产的命运，夫妻俩不得已放下了矛盾，携手解决问题。这正说明他相信我当事人的能力，所以才自愿签署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
你的。注意法庭纪律。我儿子，审判长，我儿子来电话，一定有急事啊，我接一下。哎，我听见了，嘿，我这开庭呢，你说，啊，你怎么又让人给打了？原告代理人，我再次重申，这里是法庭，不是你打电话的地方。不好意思，你们继续啊。喂，我听不到你那边说什么呀？我换个地方。打人电话了。哦，快点！你说你怎么回事？怎么老让同一拨人打呢？你啊？他们怎么老打你啊？你这事你得找老师呀。爸爸不在你旁边啊。你说你现在找我没用啊。我说话你能听到吗？喂，我这信号没问题，其实你那边信号有问题。对不起，审判长，原告代理人不听劝告，仍然在这里打电话，这不是公然藐视法庭吗？法警，把他带出。我跟你邱律师，爸，哎，跟您说句，不，我自己会走，我知道啊。儿子，我这个爸爸现在帮不了你了啊，你只能自己努力了。坏了，这下可完了。我再次重申一下法庭纪律，任何人不得再有上述干扰庭审活动的行为。原告、被告听清楚了吗？当然，我方一向遵守法庭纪律。陈律师，这是作为一名律师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不像个别人。不好意思，下不为例。你说会不会连这一上午都没有完，就直接输了吧？被告，你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的吗？有，还有最后一项，这里。对不起，审判长，对不起，对方代理人，我想提醒一下，说，刚刚审判长您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要注意法庭纪律，可是刚刚对方代理人您包里调出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录音设备？审判长，这是个耳机。你确定没有录音设备吗？没有，不是，这绝对没有。审判长，我建议让法警检查一下，这到底有没有录音设备？法庭上明令禁止，不允许带录音设备。审判长，这真的只是个耳机，这不可能有录音功能。这审判长，我建议让法警检查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有没有录音功能。好了，双方代理人，你们能不能职业一点？休庭，下午1点半继续开庭。一切尽在掌握。法警，把他的耳机拿起来，我们检查一下。这真的就是个耳机呀，师傅，您知道我没有带任何录音设备啊，我不可能带录音设备来法庭啊。真有你的啊，兄弟啊！我跟您说过，这个耳机它没有录音设备的。要是因为你们输了这场官司，我可跟你们没完啊！乔女士，现在说这话还早，我还要问你呢。原告今天在法庭上出示的那些短信，你为什么没有提供给我们？我早就让田律师提醒过你，不能对你的律师有所隐瞒，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他是想用缓兵之计，把这个审判拖到下午。可如果只有上午这些证据的话，可能法官很难相信这协议是被写出来的。他肯定早就想好了。明天等着看好戏啊，眼睛都不要眨一下，不要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陈律师，你太坏了，你是不是在拖时间啊？怎么会？连凤，咱们俩始终是两口子，对吧？要不然，你就让我回家吧。滚！被告，什么？别和原告什么滚？滚！你现在住的是我的房子，你想霸占我的财产，跟你那个小姘头好是吗？我告诉你，你想得美。什么姘头？你什么姘头？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姘头？这事谁不知道啊？替你开车那个小白脸，那不是小姘头吗？你都替他打俩孩子了，他们这个这人尽皆知，王八蛋，你才王八蛋！
审判长，那边呀，原被告打起来了。打起来你去叫保安呢？您庭上的，您庭上的原被告打。我庭上的。不，您快去看看吧，这还没审判没结束呢，这怎么回事？别打！哎，乔女士，别打了，别能在这里打架！干什么呢？乔女士，别来！住手！哎呀，别打！住手！他不光威胁我，还殴打我。他还威胁说，他要殴打我母亲。本案的被告带着5个彪形大汉冲进了房间，他居然冲到我母亲家里，当着我母亲的面殴打我。我母亲是有心脏病的，我妈吓得半死，躺在地上。时间是早晨的8点10分，而出来的时候呢是晚上的10点半。他说，如果不解协议，他还要殴打我。我方的第41号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而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在那一天签的。你说你是个人吗？你简直不要脸！你胡说八道！你太不要脸了你！别说话，全体起立。本院依法宣判，根据合同法第54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予以撤销。退庭。退庭。哎，法官，你来偏架你啊？啊，怎么就输了呢？啊，我给你那么多钱，你还我律师。我问你啊，我给了你那么多钱啊，你还我钱你啊？哟，韩主任，哎呦喂，真没想到哈，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胜败乃兵家常事。对方那个陈硕，他就是个流氓。可说呢，韩主任，您千万别放过他，一定要坚持上诉，跟他斗到底。您消消气啊！哎，谢海南，就这么走了啊？你收我那50万呢？啊，你还给我那50万！哎，那个乔女士，您可别血口喷人啊！我们韩主任可是免费代理啊。什么免费代理的？他说他免费代理，他会免费代理，你听他的呢！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还我50万！还我50万！我说没有？老韩可真无耻，该。值得。陈无良，哟，走了。你知不知道我给你助攻来着？知道。要不是你的话，那法官不就从侧门出去了吗？不过没关系，就算法官出去，我一样可以把战火从里边燃到外边，让他看到。罗律师，哎，这次非常感谢你能把陈律师介绍给我。应该的，魏总。魏总，在这个案子上呢，咱们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下一个案子就没有了。把下一个案子给我们吧。嘿嘿嘿嘿，客气话还没说完呢，开始挖墙角了是吗？我怎么就挖你墙角了？人魏总的案子本来就是我们的，是吧，魏总？话是这么说，我也特别想委托给你们，可实在是没办法。怎么了？他把你给绑架了？差不多吧。我觉得陈律师可不像你们俩那么好说话，他早已经把这个案子的2个代理协议一块签了。够狠的呀！哎，春华看见了吗？就怕流氓有文化。车到了没？到了，门口呢。客气一下，送你们2个出去。好嘞，再见。魏总，稍等我一下啊。再见。哎，罗律师，您稍等一下。邱律师说您来了，到会客室找他，有客人等您。哦，好，谢谢啊。郭玉，罗律师，发生什么事儿了？郭玉不打算接受伟大集团的谈判条件了，他还是想打性骚扰。郭玉本来已经决定委曲求全接受了，但是他去公司领补偿金的时候，又受到了杨伟达的侮辱。郭玉，怎么回事？
能和我说说吗？我本来想着，反正法律拿他也没什么办法，忍忍就算了，拿钱走人，再找工作就是了。然后我去公司领钱的时候，我没想着要见他，可他却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说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他都说些什么了？如果你想说，放心，我们都是你的律师。他说这些钱，就算买了我这1年了，就算在警备洗脚城里的洗脚妹，也比我贵。还有比这更难听的。最后他直接上手了。他说他花了这么多钱，他觉得亏了。从上个季度的情况来看，接案数较前一季有增长，但创收呢，却降了2个百分点。这和某些律师未逞一时之快，不惜损害所里的利益有关。团长，你说的谁啊？我只是指出这种现象。你说的是同仁路桥的案子吧？一个律所，不能只看到钱，还要担当社会责任。我就是为了保护妇女权益而接的这个案子。保护了吗？哼，你没说过案子吗？行了，社会责任重要，创收同样重要。律所黄了，拿什么去承担社会责任呢？喂，方律师，我跟秋华在会议室门口，有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在开会，散了会再说。不是，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您能出来一下吗？我出去一下。陶正，接着说。另外，我们所设立的各业务部门，是为了集中专业的优势力量，鼓励促进不同业务领域的律师们进行合作，方律师，而不是你们。什么事儿？我们有个案子想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来。哪个案子？郭玉的性骚扰案。还没有解决啊？今天他又回来了，他再一次受到杨伟达的侮辱，想坚持打性骚扰案。跟我进来，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把事情说清楚。各位合伙人，我们有一个案子想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来。这个当事人是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女大学生，长期受到伟达集团老总杨伟达的性骚扰。她前一段时间找过我们，然后在陶正律师帮助分析和亲自劝说下，他同意放弃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起诉杨伟达和伟达集团进行劳动仲裁。但就在他领这个补偿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受到杨伟达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杨伟达企图再次对他实施性骚扰，所以当事人决定放弃经济补偿，和杨伟达打性骚扰案。各位合伙人，我们承认，在这个案子上几乎是没有证据的，就算是打起来，胜诉的希望也很渺茫。而且一旦打起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不可避免的也会给所里带来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合伙人会议上向大家汇报。好，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先回去，我们讨论一下。好的。还是年轻啊。当初我们也年轻过。各位，对这个案子大家有什么想法？怎么都不说话呀？我们这不正讨论着呢吗？这事儿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作为律师，维护法律和正义就是我们的天职。那个女孩都被欺负成那样了，我们不应该支持她维护自己的权益吗？这个案子的情况我了解，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说明这个老板真的是欺人太甚了。我支持他们，毕竟这种为了正义而斗争的勇气，我们每一个律师刚入行的时候都有过。这个案子可能打得赢吗？没听说吗？当事人不在乎输赢，他就要个说法。不就是个小案子吗？打就打吧。年轻人嘛，给他们个机会历练一下。就是有股冲劲儿啊，是吧？进来。方律，坐。大部分合伙人呢，支持你们接这个案子。谢谢。可是我仍然不同意。为什么？罗英子，我也曾经年轻过，我也曾经为了心中的这份正义真理不顾一切过。但是当我成熟了以后呢，我才明白，有时候这种正义的热情只会坏事情。什么是成熟呢？成熟就是不做不计后果和代价的事情，而是做最合适的事情。就这件事情来说，你们要做的就是对当事人最有利的选择，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心中的这种正义感。这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头条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对，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就这个案子来说，当事人没有钱，没有根基，获得足够的经济补偿，比他打一场玉石俱焚的官司是不是要好得多？可方律，您知道到最后对他什么最不利吗？就是他拿到了经济补偿以后，永远的看不起自己。这话你不要替当事人说。所有的选择，要让当事人自己来做决定。对啊，是他自己要选择打性骚扰的。罗英子啊，他现在气头上哎，你知道他冷静了之后会怎么想啊？因为打这场官司，自己身无分文，工作也没了，在这里也没有立足之地了，灰溜溜的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会怎么样？性骚扰的传闻满天飞，待得住吗？工作找得着吗？你知道他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后悔呀，罗英子？这，只要郭玉不退缩，我坚持代理。我现在有事儿，一会儿再打。方律师，梅先生来了。他来干什么？不是要签股权分红协议吗？啊，我把这茶忘了，等一下。林先生，哎，林先生，林先生，哎，丽红，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呀？你打个电话嘛，我让律所派车接您去。嗨，一个被律师所开除的前律师用得着吗？我就去签个字啊。您到我办公室坐会儿，我一会儿让财务给您送去。不去了，我这还有人呀。好久没见您了，本来说去看您的，学生不是忙吗？既然来了，上我办公室坐会儿啊。走。梅先生，您请进。梅先生，您怎么来了？梅先生好，你怎么在这儿啊？两个年轻的律师特别优秀，现在我们讨论一个案子，是一个性骚扰案。性骚扰案，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希望，但是有可能会让当事人付出惨痛代价的案子。那为什么要打呢？是当事人坚持要打。因为他被对方逼得忍无可忍了。我个人呢不同意他们接这个案子，不光是考虑到律所没有收入，我更是为当事人考虑。我觉得选择劳动仲裁所得到的经济补偿，对当事人来说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吧。你们讨论工作，我就别掺和了，财务还在等着我呢。不啊，梅先生，您是所里的创始人，合伙人都知道您来了。所以想中午请您吃个饭，我真有事儿，下次，啊。哎，英子，你有事吗？我有2句话跟你说。哦，好，走了。方律，我先过去一下。哎，我先去签个字。啊，咱们找个地方，我想听你谈一下那个案子的事儿。好，那梅先生，我去拿一下包。这个案子吧，一开始我们接触的时候是挺犹豫的，后来的过程也挺波折。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接下这个案子，并且我们就是要打性骚扰案。主要是这个杨伟达这个人太嚣张了，把我们和当事人真的是逼到这一步了。我觉得如果我不接这个案子，我可能我都瞧不起我自己。你接不接呀？你自己做主。我只是有一句话想提醒你。您说。当事人是律师最不可靠的合作伙伴。韩主任说过差不多的话。韩之通，他都说些什么？我刚到律所的时候，他说的，他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你第一个要提防的就是你的当事人，然后第二个要提防的是对方代理人，第三个就是法官。韩之通啊，这个人有许多问题，但这些话大概不错，尤其是第一句，当事人给你素昧平生，遇了事找到你，你们谈好价格，签了合同，成了合作伙伴。他凭什么信任你？你们就是因为利益结合到一块儿。如果他遇到了更大的利益，他凭什么不背叛你啊？如果他的问题解决了，他要赶紧止损，第一要解决的还是你。当事人并不指望你律师来解决问题，他只是用律师来吓唬人的。你接受了委托，积极找对方谈判，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而他呢，以此为要挟，私下找对方勾兑。一旦达成了目的，马上抛弃律师。个别当事人解除合同，那是好的。更恶劣的是把屎盆子都扣在律师的头上。我那件事就是当事人突然改口，齐刷刷指控我和我丈夫教他们做伪证、改口供。
他们得到了轻判，而我们就落得了这个下场。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还是要对人性抱有信心的。英子，大希望是在大绝望最黑暗里生出来的。你可以先对人性完全不抱信心，然后你会经常发现，人这种动物还是挺可爱的。哎，我支持你接这个案子，我去对方力宏说。请进。来，英子。这么说，还是打算要接？对，要接。没证据，打算怎么打这个案子？我们手上有郭玉手机收到的短信和微信，其中有一些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我看了，性骚扰，虽然处理起来很轻，但是这对一个人的指控来说还是挺严重的。再说了，这些短信还有微信，不足以让法官对被告做出不利的认定，哪怕他心里很明白这可能是真的。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们多找几个被他骚扰的人一起指控他的话，这个案子不是没有赢的希望。谢谢方律。去吧。文子、秋华，我要加入你们的案子。我们那根本就不算案子。哎呦，我要和你们一起打！你们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在合伙人会议上表态支持你们打的。我不为别的，我就是为了郭玉，我要和那个老色鬼斗争到底。你不是只打刑事案吗？反正不管什么案子，我就是要和你们一起打。我要为公平正义而斗争。那个是这样，我们俩刚才聊工作，正聊到一半，就，要不你等会儿我们把这个事儿说完。好吧，1分钟。好。哎，秋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它主要是就是，哎，叫他去吧。不。哎呀，其实我也不太想，但是就是最近我跑这些事儿，那停车费，哎呀，我都付不起停车费了。那你跟我一块儿骑共享单车呀？大姐了，就我这样，能骑单车吗？那我这样不照样骑吗？对呀，走风啊！哎，我听说他最近买了个新车，咱也坐享受享受呗，让他当司机，不让他说话，行不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哎，大叔，哎，你开车啊？啊，好。但是有一事儿必须跟你说，约法3章，老老实实的啊。去了那儿不许乱说话，不许乱动。行。他还骚扰过谁？这个我真不知道。跟了他以后，公司的女同事看我眼神都怪怪的。刚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但他们有没有被骚扰过，这个不知道。这种事情也没法问呢。你再仔细想想，我们有时间肯定能想出来。哎，再来4杯美式。啊，我不用了，我喝不惯。那你喝什么？奶茶、果汁、牛奶？你就老老实实坐着就行了啊！你就别张罗了，好吧？我什么都不喝，谢谢你。郭玉，那你再回忆回忆，在你上一任的秘书是谁？你能想起来吗？上一任，王爱萍。
我想起来了，他应该跟我有一样的遭遇，他也是受伟达基金资助出来的农村学生。毕了业以后，在伟达集团工作，给杨伟达当秘书。后来，他突然不干了，回了老家。他老家是山东举宁的。他回山东了，也是资助过的学生，放弃了京北的工作机会，回了老家。这是您的咖啡。谢谢。你别说，人家小城市建的还挺好。好是好，但是啊，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在这儿待着，更愿意去外面发展。你看，这最后留下的还是这些老年人呀，快退休的什么的。建的真挺好，适合退休养老。太可怕了。可怕什么？我男朋友想拉我到下边工作，要真到了这样的小城市，成天没事儿只能跟奶奶们一起跳广场舞，那岂不是一点未来都没有了？哎，想象一下夏叔跳广场舞。哎，你男朋友不是在国家机关吗？为什么要到下面来啊？哎，他嫌京北太大了，在那儿显不出来，没有出头之日。他想着到了地方做个领导什么的。人说了，宁做鸡头，不为凤尾。那你这是要夫唱妇随？我才不呢，我结不结婚都没想好。再说了，跟着他到一个小县城，人天天拿我当领导太太伺候着，我想想都头皮发麻。夏叔，你听我一句劝啊，你不适合在小城生活。你男朋友要是真的到下面来，宁可分手，也别跟他走。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那婚的又不是你，对吧？你觉得这道理夏叔懂吗？那咱们得告诉他，谁让咱比他大呢，是吧？英子，我听你的，必须听我的。哎，是不是他呀？看着好像。一会儿妈妈就出来啊。你好，是王爱萍吗？哎，是，你们来啦！啊，各位在电话里和我说了，你们来举宁有事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尽管说。您坐，请坐。您喝点什么？没事，我喝白水就行。好，我喝点什么？啊，就白水就行，谢谢啊。你吃点蛋糕，还有水果。客气。那个是先生和孩子啊。孩子快3岁了，这个年纪啊可淘气呢。长得可真可爱。那您就打算一直在这儿生活了？因为我听那个郭玉说，原来你们都在这个伟达上班，那挺好的工作，就不打算在那儿做了啊。我老公在这边工作啊，孩子也在这边上幼儿园，我就回来了。在这边挺好的，也方便啊，我照顾父母也方便。那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王小姐是这样的，郭玉在您离职以后接手给杨伟达做秘书，但是当秘书期间受到了杨伟达的性骚扰，所以他现在决定要起诉杨伟达。我们觉得他这个情况应该不是个例，所以我们就想问问您当时，你们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想问问您当秘书期间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郭玉办这事儿，他电话里也没有明白告诉我呀。我在给杨总当秘书的时候，他挺尊重我的，没有你说的那种事儿。那当时离职的这个原因是？我刚不都说了吗？就我老公孩子都在这边。那个，我老公孩子还在外面等我。对不起啊，我还有事就先走。王小姐，您想想那些和您遭遇差不多的女孩，就是因为没有人敢指证她，所以她才这么胆大妄为，一直作恶。你就甘愿忍受一辈子吗？你别再说了。还有啊，你们别再来找我，如果再来找我，我就告你骚扰。哎，
你哎，夏叔，夏叔，你坐过来吧，声音太大了。我不是故意的，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一点自我意识都没有。他肯定是被骚扰过，你看他那么激动，看。这种事儿咱们来之前就应该想到的。他现在有家有孩子，又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和人之间都互相认识的小城市里，越是小的地方，对这种事情越敏感。这种事儿就算是发生过，她丈夫跟她婆家肯定也不知道。她说出来对她有什么好处啊？万一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还让她怎么做人啊？难道要求她牺牲自己的生活来配合咱们打官司吗？可是他被骚扰又不是他的错，他这么心虚干什么呀？服务员，买单吧。哎，咱们赶紧，别浪费了，吃。我在想我自己，当初碰到这事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反抗？没有哪个女孩碰到这种事儿会从容镇定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自己的错，有的人会误以为老板真的对自己有好感，对老板产生幻想。但更多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比如像我，看到我自己就知道他们有多艰难。秋华，要不弄完郭玉这个案子，咱们就直接去告老韩，毕竟你手里有充足的证据。哪有那么容易啊？有证据怕什么？杀敌1000，自损100的代价我都付不起，我的资本太薄了。因此，这事儿就交给我自己处理吧。反正我不会放过他的。行，但你记住，你身边有我呢。还有谁这种事情没法挨个去问？哦，对了，还有2个人可以去试一试，一个叫陈静好，他以前也是杨伟达的秘书，现在还在公司里，只是换了岗位。不过奇怪的是，他在公司里好像有个特权，想上班就上，不想上就不上。我记得有一次他1个星期没来上班，财务当旷工扣了他的工资，他回来就大闹，财务就去找领导哭诉，结果没想到杨总把财务骂了一顿。还有一个姓夏叫夏玲玲，她原来是我们公司长得最漂亮的人，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到公司了。她的事情是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我刚来公司不久，杨总要出差，公司本来是派我去的，结果杨伟达点名要带他去。我记得夏玲玲当时很高兴，觉得能陪领导出差是学习的机会。可是她出差回来过后就病了，之后就离开了公司。她离开公司过后，杨伟达给了她一笔补偿金，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公司里当时风言风语的，大家都说给夏琳琳的补偿金数目可观，还说杨伟达带夏琳琳出差期间肯定是发生了些什么。肯定是被他骚扰了，哼，这个老色狼一个都不肯放过，算他倒霉碰上咱仨。那个，咱们要不然分头行动吧。秋华，你去找那个陈静好，然后我去查查这杨伟达公司近几年的这个辞职人员名单。哎，夏叔，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啊？你去找找那夏琳琳。夏琳琳，她不是辞职了吗？我上哪儿找她去啊？要不就说是艰巨的，你可以先问问郭玉啊。然后看看郭玉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找不着的话，你就动用自己的关系呗，查查户籍档案。然后呢？然后
找着户籍应该也就能找人了吧？啊，然后呢？不是，这找人了，怎么还然后啊？我找着他人，我问他什么？怎么问呢？这夏叔啊，你摘奶嘴了吗？婉转的问呀，你婉转，你懂什么意思吧？婉转我懂，怎么婉转的问？哎呀。陈小姐吗？陈小姐您好，你谁呀？还有2个，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公司里，我怕他们有顾虑。有一回听到他们在嘀咕什么，一边哭一边说“老流氓”之类的词。这个事情我知道，我帮他，谁来帮我呀？不是，真的，您的证言对我很重要。后来我受了骚扰之后，就猜出来，他们说的可能是杨伟达。但这件事儿，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过。你先进去上班吧。你刚才说的那2个名字是梁艳萍和刘静。我再说一遍，你所说的这些事儿，在我身上都没有发生过。您赶紧离开吧，不然我们真的报警。啊，别报警，我走。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想面对他，我一点都不想面对。您好，你好，给我们开一下门禁可以吗？对不起，我们公司上班期间呢不会客。哦，我们是律师，来你们公司是谈事儿来的。真是对不起，我们收到指示，公司上班期间呢一律是外人不许进。那等会儿吧，这也快中午了，总有人出来吃饭。2位，为了赚钱很辛苦嘛。啊，对了，闲杂人等呢，控制一下，不要让他们随便进去。啊。明白了吧？咱们走吧。他这一来，就算等到那俩女孩，也不会有结果的。走吧，走。咱们得做好准备了。银行的案子有他也难打。怕他？有什么可难打的呀？不就是栋房子吗？大不了我不要，全当给他买棺材板了。你笑什么呀？我都快气疯了。打仗的最高境界呢，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敌人的阵营于无形。仗打赢了，咱们连根手指头都没动过。陈律师什么意思？我打听完了，那2个小丫头呢，代理了董达成的专利案。杨总，董达成您认识吧？董达成认识。我们公司还是他们公司产品的主要代理商，我还是他们公司的股东。明白了，这下全好办了。谢谢陈律师。小意思。也就是说，到现在也没找到愿意出来指证的人，是吧？我们还在努力。放弃吧。为什么？你们也清楚，如果只有郭玉一个人起诉的话，就他目前的证据结果并不乐观。到时候杨伟达反过来告他侵犯名誉权，你们说，最受伤的是谁？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们代理专利案的董先生的公司，今天来人了。他们公司和杨伟达的公司业务往来非常的密切。如果杨伟达在性骚扰方面受到指控的话，那对他们公司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董先生呢，希望我们放弃。如果不放弃，就要重新考虑对我们的委托了。你们接的这个专利案，是你们出来单干接的最挣钱的一个案子，对吧？所里商量了一下，就这个专利案来说，虽然案值不是很大，但是董先生的公司后续的业务量很可观，每年给所里带来的收入有近100万，而且非常的稳定。
你们将来有了这个案子，收入也会稳定下来的。如果你们坚持要打这个毫无胜算、没有收入的案子，而放弃这个，值吗？方律，关于这件事儿，我们还需要再商量一下，行吗？所里已经决定了，你们就商量商量，看看怎么执行吧，好吧？郭玉，你来了。我是来交律师费的，总共就1万块钱。不着急，我给你打了咖啡，还有红茶，你想喝哪个？喝红茶吧，红茶暖胃。谢谢罗律师。那罗律师，你看我这钱交到哪儿啊？郭玉，我们有一个情况，必须要告诉你。什么？你给的那个名单，我们都逐一去找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指证杨伟大。这我知道。女孩子遇上这种事儿也是够倒霉的，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10有8九名誉受损的都是女孩，世道就这么不公。可是，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一起出来指证杨伟大性骚扰，那这个官司风险是很大的。我做好准备了，打不赢就打不赢。你不可能做好准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到最后结果有多严重。我们指控杨伟大性骚扰，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出调解书还好，对吧？要是判决了会怎么写？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杨伟大有过性骚扰的行为。有了这样一份判决书，他就可以拿着这个作为证据，反诉你侵犯名誉权。你诉他性骚扰没有证据，可他诉你侵犯名誉权确实有了证据。最后的结果就是，你非但可能败诉，而且别人会说，你是在用身体碰瓷，敲诈杨伟达的钱财。你有做过这样的思想准备吗？郭宇，我们作为你的律师，要为你的最高利益着想。关于这件事儿，我和邱律师都很痛苦，也很不甘心。但是，我们把能做的都努力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你的建议就是，放弃。肯定得输，对吧？肯定得输，就一个人指认，而且还没有证据。我们得为当事人负责，对吧？必须得负责任，咱们得把当事人的最高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知道打这个官司，当事人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们有义务提醒和阻止他。别想了，已经这样了。你是在为当事人考虑？当然。好吧，我承认是和这个专利案有点关系。但是秋华，咱们俩现在经济压力也很大，对吧？对啊。那个专利案是唯一能让咱们生存的案子了。对。
不想了，郭玉已经接受放弃了，不想。桂玉，你怎么又回来了？是我在停车场碰了他，把他带过来的。来，桂玉，你坐吧，坐。秋华、英子，我找到证人了。谁啊？夏玲玲啊，我通过关系查到了她的户籍，她现在人在戒毒所。哦，杨伟达呀是把夏玲玲害惨了，你看，成什么样子了？就因为碰到这么条色狼，多好一个姑娘，一生就毁了。如果我们不制止她，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女孩受害呢。怎么啦？还不明白吗？我们有证人了。可是他现在在戒毒所里。是啊，那怎么啦？他是被杨伟达害了，所以才破罐子破摔吸上毒的。当然，这个事情我们都相信是这样的，但是在法庭上，一个吸毒人员的证言，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呢？那反正他也快从戒毒所出来了，等他出来，我们再让他出庭作证。到了法庭上，他的品格会受到对方的攻击，他的证言会因为他是吸毒人员而大打折扣。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郭玉刚才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是坚持打劳动仲裁。什么意思？你让他放弃了？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他的律师，要把他的最高权益放在第一位，为他考虑。你还要再看看这个照片吗？你再看看。你要看看吗？你们就甘心打劳动仲裁，让杨伟达逍遥法外是吗？郭玉，你看看，你不能放弃啊！夏叔，你专业一点行吗？你是律师，郭玉是我们当事人，你不能刺激他。如果我们不打这个官司，还会有多少女孩受害？你们知道吗？骆律师，我还是要打，哪怕我最后败了，哪怕最后他反过来告我、诽谤我，我也要打。郭玉坚决要打性骚扰，就算输掉他也要打。王律，面对这样的照片，我们无法拒绝。您曾经跟我们说，希望所里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法治理想。这件事不做，我们心里总是过不去。你们3个都下定决心了？下了。这样，你们先去找证据，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您要怎么处理？总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的。你们就不要管了，交给我吧。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如果你们要打这个案子，现在这个证人是不可以的，你们要继续寻找其他的证人。如果找不到，别怪所里不允许你们接啊。知道了。哎，先续续命再说吧，喝点东西去。你们喝什么呀？咖啡、茶，还有苏打水。我喝苏打水。好。夏叔，你喝什么呀？咖啡吧。行，我也喝咖啡。你说现在怎么办啊？能找的都找了。我其实有个想法。什么想法？你快说。我觉得咱们应该广撒网，去调查一下伟达那个专门资助贫困女生的基金到底资助过多少人。如果杨伟达如此之猖狂，那肯定那些大学生里面有很多都被他骚扰过，他们其中很有可能有不在伟达集团的。
也许说话顾虑就少一些。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个名单我负责来找。哟，找能耐了？你上哪儿找？他这个社团肯定是合法登记的，既然合法登记，网上就肯定有记录。再说了，他这种人做点好事儿，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肯定好找。夏叔，你是不是系统升级了？啊，秋华，这还是咱认识那夏叔吗？有点厉害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我去找了啊。哎呀，年轻就是好。王律师，王律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坐。好。王律师，虽然这个案子不好打，但是只要打赢了，对你们律所的声誉是有好处的。就算打不赢，你们律所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我们之前的律师呢，也会协助你们组织证据材料，做庭审准备。那最后成功的话，荣誉全归你们。哎呦，太感谢方律师了。这个代理费有多少啊？说代理费真是不好意思，只有1万块钱，我们不要啊，全给你们。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方律师，我其实就是想问问啊，你说这没多少钱，是吧？费时费力的，你们图什么呀？说实话，开始呢这个案子我是不想接的，但是我们所里那几位年轻的律师，他们的执着和正义，真是让我无路可退。霍先生，怎么样，方律师？如您所愿，我们把案子交出去了。啊。但是作为你们公司的法律顾问，我想善意的提醒您，杨伟达这个案子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您要有个心理准备。行吧，只要我们公司对他的公司有个说法就行了。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这个老杨啊，也该治治他了。这个，还有这个，一共9个，你看看。你就是说，这基金会一共资助过40多个，他只见过9个。反了，只有9个没见过的，其余的都以慰问啊、探望啊、继续关怀等名义见过了。那现在继续和伟大集团有联系的有几个？这就是我想说的，剩下的30多个，除了2个还在伟大集团工作以外，其余的全都跟伟大集团没了联系。当时还有个记者想以此事写文章，大意就是说这些女学生忘恩负义什么的。当时杨伟达还压下来了，别人还夸他深明大义呢。哼。他是不想把事情搞大，30多个够咱们找。咱们现在去找吗？先别着急，不管咱们谁找到，告诉对方，这个案子将来就算是开庭，也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不会公开审理。所有人的证言都会被严格保密，不会泄露出去。夏叔，你记住了？记住了。喂，秋华。哦，好的。为了保住专利案，为了避免对你们那个案子形成干扰，我做这样的安排，你们看行吗？行，我们打这个案子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名儿，这样安排挺好。毕竟董先生公司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们想继续打这个案子的话，所里的意思呢，就是把专利案交给别人来做。这样就能确保专利案顺利的进行。当然了，前期工作都是你们做的，将来代理费也会分你们一部分，1/3。方律，我忙得过来。不是忙得过来忙不过来的问题，我和董先生聊完了，我才发现，原来杨伟达是董先生公司的大股东。杨伟达的态度对董先生来说很重要。其实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这2个案子呀彻底切割，这样就能确保专利案留在我们所里。追求正义很重要，挣钱也很重要。
如果你们继续想打这个案子的话，拿一半，就1/3。追求正义是需要付出代价。那您打算把这案子给谁啊？这是董先生带过来的新证据。啊，陶律师，给您，那我们就放心了。嘿，罗英子，现在都学会拍马屁了啊？没有。陶律，那就按方律说的，我们只拿1/3。但您让我们继续参与行吗？我们跟着您学习。年轻可真好啊，陶正，这么虚伪啊！说到这杨伟达，我就觉得晦气。我是看到他一次啊，我现在恨不得打他一次。他愿意出具证言，证明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杨伟达借口让他到公司参观学习，把他堵在办公室里骚扰他。你有完没完啊？我说的什么都不想说，别打扰我的工作。来，你这边。殷巧的情节就更恶劣了，是杨伟达借口慰问到他家做客的时候，酒后在他家里的炕上猥亵过他。梁爱呢是在伟达集团实习期间呢，多次受到杨伟达的性骚扰，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后来就患上了忧郁症。张敏和梁爱是一样的，也是患有抑郁症。我去接个水，他就碰我一下屁股。最晦气的是，我男朋友还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分手了。他呢曾在伟达集团任职，期间多次被杨伟达性骚扰。关键是，他手机上保留了所有杨伟达给他发的信息，这些信息足以证明杨伟达言辞性骚扰和行为性骚扰是真实存在的。你有什么需要我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哎，好嘞，谢谢您啊。加上郭玉，一共6个，我就不信法官会有什么心肠，6个女孩站出来指认，他会判杨伟达性骚扰子虚乌有。行，夏叔，以后谁再说你不给力啊，我第一个不同意。杨总，杨总，来了，哎，好，哎。一个不好的消息，您要马上应对诉讼。什么诉讼？性骚扰。郭玉那丫头还真要打官司啊？她要打。所以呢，杨总，这样子，如果您继续委托我们代理的话，那我们就把协议先签了吧。而且，作为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这个对话，我是需要录音的，可以吗？哎，稍等一下吧，还是先让杨总把这协议签了。没事儿，我知道你们两个是好朋友，但规矩就是规矩。杨总，如果您要是委托我们呢，麻烦您先在这2份协议上签字。好。收费这么高啊？没关系的，杨总，您可以找别人。那按照约定呢，您今天就得把30万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没问题。好，谢谢杨总。那我们继续。我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手上有你性骚扰的证据吗？郭玉手里吗？难道还有其他人啊？郭玉手上有我给他发的信息，可是那些信息你怎么理解都行。其他人，有些人手上可能有我发的信息。只要他们手上有这些信息的证据，你就危险，很危险。不浪费时间了，来，咱们推演一下事情怎么往下发展。来，我建议我们先在网络上发言，这种事情只要说出来，广大吃瓜群众肯定会站在受害者这边，我们要占领舆论高地。我不赞成，披露事实势必就会披露证据，这对我们到时候上法庭会很不利的。
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会碰上哪位法官，当时那位法官对打舆论战会怎么想？能怎么想啊？一个女孩受到性骚扰，难道舆论会站在坏人那边？法官看到这些舆论肯定会同情她的。你以为舆论那么好操控吗？你现在手里有多少证据啊？到时候全社会都会盯着你手里的那点证据，你拿不出来，那舆论翻转分分钟的事儿。我们现在不还在找证据吗？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出新的证据了。薇薇，你觉得呢？我不想发到网上，我也不想成为舆论的焦点。这要是让家里知道了，邻居们肯定会指指点点的。如果你害怕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我劝你先别打这个官司。就这个案子，早晚会被人知道，早晚会指指点点。其实我的意思是，我想让我爸妈知道的越晚越好。夏叔，你陪郭玉待会儿，我跟秋华去说两句。我觉得就现在这个问题，郭玉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意。我个人比较倾向夏叔的观点。夏叔他懂什么呀？他做任何决定都是一腔热情，不合实际的。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就咱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案子当中，可提供的证据空间太少了，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调动一切资源跟杨伟大死拼。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舆论它就是一种资源。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越来越热，就类似事件的舆论实践中，往往都是站在女性这一方的。我不敢保证，法庭的判决最后会受制于舆论的压力，但是肯为自己发声，给自己创造更有利的舆论环境，这总归是有好处的吧？我刚刚也说了我的看法，很可能我们抛出一个性骚扰的话题，一下就炸了，全社会都来关心郭玉。可接下来呢？我们有证据支持我们舆论造势吗？没有。舆论转向，你控制得了吗？可是我们现在证据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要依靠大量的证人证言。如果舆论真的起来的时候，那些本来不敢站出来的，可能就有信心站出来了呢，这不是对我们更有利吗？英子，你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你说的舆论是哪儿的舆论？是京北这样的大城市吗？这里的人素质更高，眼界更广阔，他们对待这种社会热点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讨论。你说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你知道在我和郭玉生活的那种小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吗？我跟你不同，我不会只想着帮郭玉打赢这场官司，我想的是万一这官司要是输了，郭玉在这个城市还能不能活下去？一个控告自己老板性骚扰的女秘书，没有出众的外表，没有高深的学历，也没有深厚的人际关系，哪个公司还要她？她就只能回老家了。但在他们老家又会有另外的一番舆论，他们会骂她不懂感恩、小题大做，恬不知耻，靠出卖色相来敲诈别人的钱财。他们不会有自己的思考的，他们只会看法院最终给郭玉的判决。当初我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发过誓，我就算混得再差，我也不想回老家。但我特怕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我可能还是得回去。我不知道郭玉是不是也这么想的。明白了，听你的，走。他们会先披露这件事吗？如果我们不披露，他们会披露你。不管他们走不走这一步，咱们先走。陈无良那个鬼，他什么事儿都做出来，肯定不会放过这一手。杨总，道德高地你得占领。这个郭玉呢，是因为伟达基金的资助，他才上了大学，这一点对你是非常有利的。
而他穷他有理，这个是你反击他最有力的武器。如果他们率先打舆论战，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成为舆论的焦点。但是呢，咱们都别忽略了，舆论反转是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这件事儿绝对不能从杨总您或者是伟达集团的嘴里公布出来。那我们要不说，谁替我们说？自然有人会说。为什么？因为不只是为了郭玉，也是为了其他受害者，更是为了那些准备为我们作证的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不是为原告，我们为的是其他人，其他可能为他作证的人。如果舆论被杨伟达操弄，也许他们就退缩了。在过去的那些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伟达基金因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树立了非常好的社会形象。所有被他骚扰过的受害者，都表现得很隐忍。在这次事件当中，我们的策略就是无辜、大度，坚持社会责任。现在我们的策略，也是隐忍、坚持，以法律和事实说话，同时向受害者们承诺，我们不会公布他们的个人信息。你好，谢谢。这就算是正式立案了吗？立案了，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做好准备。杨总，传票，法院的传票，我收到传票了。郭玉那个娘们儿真把我给告法院了，而且法院已经做了公告，我现在连网上都有了。这不意料之中的事儿吗？而且咱们之前不是有对策了吗？这样你也别急，把您秘书找进来，我口述，他记录，咱发一份公告。有田儿，啊，对不起，无可奉告。对，一切以法院公告为准，无可奉告啊！再见。哎，你好，良城律所。怎么办啊，秋华？我电话都快被打爆了，烦死了。你要先发可以关机。我是他的律师，对。啊，抱歉，无可奉告。喂，郭玉，你不用慌，这种事儿一定会变成社会热点的。我们只要坚持我们的既定策略就行。郭玉女士确曾供职于伟达集团，后因工作能力未达到集团要求而被辞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后的补偿问题，直至郭玉女士起诉前，双方一直处于友好协商之中。本集团严正声明，杨伟达先生从来没有和郭玉女士有过工作以外的接触，亦无超出正常工作关系的言辞和举动。伟达集团理解郭玉女士劳动关系解除后的艰难，同时对郭玉女士的指控深表遗憾和震惊。本集团相信，法院一定会尊重和还原事实，还杨伟达先生公正和清白。好了，就这样。就这样。那关于他受我们伟达基金资助的事不说。哎呦，梁先生，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这话不能从您或者您集团的嘴里说出去，要说，让别人说。英子，快来看啊！就这样，再见。啊，你们看到没有？他们集团发声明，怎么不提郭玉受资助的事儿啊？正在看。事出反常必有妖为。郭玉小姐，杨伟达性骚扰案可以谈谈吗？郭玉小姐，你了解MeToo运动吗？郭玉小姐，聊两句吧，我们都等好久了。郭玉小姐，郭玉小姐，我是郭玉小姐的律师，她现在不方便回答你们的采访，有什么都以我们之后的声明为准。谢谢啊，不要拍了。我就不信你不回来。
别担心啊，我们刚不是跑走了吗？再说了，就算大家知道，也会支持你的，是不是？别担心啊，没事儿。二位律师，稍等我一下。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们刚来的路上碰到记者了，幸好我们跑得快，不过不让发生也太委屈了。我就是怕事情让家里知道了怎么办呀？家里早晚会知道的。我给你介绍一下。二位律师，请进吧。这2位是天利所的张律师和王律师，这位就是郭玉。你好。郭玉，那之后的工作可能会有分工了，我和罗律负责庭下的部分，张律和王律负责出庭的部分。今天还需要你配合2位律师再把证据过一遍啊。谢谢你们。外卖还没到，先吃这个店里。怎么样？评论上有动静了吗？都快成热搜第1了。还有很多那种民间的狗仔，埋伏在郭玉家附近，拍了好多视频。刚才夏叔去接郭玉的时候也碰到狗仔了，幸亏之前嘱咐过他不能接受采访，要不然他又该说出什么受不了场的话，拿着别人的安危满足自己的正义感。嗨，那以后咱们就多叮嘱他几句就得了啊。你们快看，舆论全是支持我们的。看了。你看，都看着了。